大家好，我是树猴，现在还在家里，并没有出发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啊，就这个 ATA 单政策，就是如何自驾出国办理车子的手续。我的这辆车子手续呢，已经拿到手了，看一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怎么申请的，我是怎么没有花钱申请下来的。大家知道，如果走旅行社或者说找别人代申请的话，都要2000多块钱。如果是认识的稍微熟一点的人的话，也要2000。而且我这个是直接自己去交押金，自己去申请的。先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2天我还没有出发，就是我的行李、户外装备全部都已经装车了，还没有出发。本来说的是今天出发的，但是在我4天前申请的那个意大利的签证，还是去广州去那边录的指纹，然后提交的资料已经下来结果了。看一下我这个截屏，这是我查询的签证办理的进度。但是上面并没有显示结果，就是显示已经邮寄过来了。我需要这边收到快递之后才显示有没有通过。如果通过了，就是说我这边办理申根签成功了，也是我自己全程是和我朋友我们2个去申请办理的。如果没有通过，就是没有通过了，我就再考虑办理其他国家的签证这样子的。然后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 ATA 单政策是怎么申请的。本来我想申请这个之后，然后再办理俄罗斯的签证，直接自驾从满洲里口岸出发进俄罗斯的。但是我看到有其他主播，同样的也是拿着同样的手续，从那个口岸没有出去，就是出去了，但是入境俄罗斯的时候没能入境，所以说可能说我拿着这个同样也是入境不了。但是我又问了其他的朋友，就是从新疆那边霍尔果斯口岸是可以入境到哈萨克斯坦的，而且哈萨克斯坦现在是对我们是14天的免签的一个政策。然后，但是现在还不知道从哈萨克斯坦入境俄罗斯那个口岸通不通。如果不通的话，然后就要看我接下来这个申根签有没有通过审核了，要不要从哈萨克斯坦往南方走。具体的路线我还是正在规划，就像之前我规划俄罗斯那条路线，就是我会了解每一个国家他们的签证一些情况，然后现在就是等明天收到那个快递之后，然后看看申根签有没有通过了，然后再来规划我接下来路线。但是现在大致确定的话，我如果明天后天出发的话，我就会去往新疆方向，然后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然后先进入哈萨克斯坦这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昨天问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自驾俄罗斯旅行社那边的一个情况。旅行社那边自驾车也是出不去，但是人可以出去。出去之后，他们再安排车在俄罗斯那边自驾，是这样子的。然后自己自驾的话，都要申请 ATA 正常的话是2600他们收费，然后我们比较熟悉就是2000左右，也是押10万块钱押金。以前听说是有5万块钱的押金的，但是现在确定了是没有5万，就是至少是10万的押金了。就是办理这个 ATA 单政策车辆出境手续，就是现在10万块钱押金是最低的，不过这个会在你车子返回来之后再完全的退还给你。然后就是车子在20万以下的价格，基本上都是10万块钱的押金。如果是车子的价格更高，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那么就要根据车的情况去交更多的钱了。但这个旅行社呢有什么好处，就是保证也可以只交10万块钱，其他多余的他可以给你担保。但是一般不是开什么豪车的话，这个完全就可以自己申请了。如果你让他们申请几万块钱的车，也是要收2000多的一个手续费。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我是怎么申请下来的。在我国境内登记注册的机动车，如果要从北方一些口岸出境，比如满洲里，还有霍尔果斯、红旗拉普等，或者说从海运出境，都要办理这个 ATA 单政策。不过一些南方的口岸是不需要这个的。比如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他自驾车进入老挝，也是只需要填写一个自驾车临时入境的一个申请表就可以了。我拿到这个 ATA 单政策呢，看上面写的货物通关护照，简单来讲就是说把汽车当做货物临时出口至其他国家这样子的一个文件。这个办理途径就是通过国内的贸易促进协会，也就是大家可以直接进入 ATA China 这个官网，然后去申请。他们刚开始也会给你一些办理流程，然后你需要提交的一些资料，然后就可以直接自主去申请。从官网申办文件下载页面下载并填写 ATA 单政策申请表。货物用途的话，自驾车需要填写专业设备，
出入境运输方式需填写随身携带，然后出入境口岸名称和代码，比如满洲里，然后口岸代码是0600，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搜到相关的一些口岸代码。还有就是已经安装在车上的随身设备是不用单独填写的，比如说我这个车子安装了一个车顶行李箱，然后这边我在拍照过去申请的时候，就是这种前后一个照片有车顶行李箱，然后办下来之后也是直接就有的。它并不像在车管所审测那么严格，就是安装的一些东西是不用单独拆下来的。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将文件去打印，将货物总清单、ATA 单政策申请表，还有身份证照片，通过电子或者传真，然后邮寄到当地的促贸会进行预审。预审审核一般为2个工作日，我的也就是2天。通过之后，他会给你一个 ATA 证付款通知单，然后你就通过这个通知单，然后把你的押金去打到他这个账户上面，然后并备注上，根据他的要求备注上之后，然后再去提交一些他给你的一些材料，然后也是打印下来一些就是身份信息吧，然后邮寄过去，然后他那边完全通过审核之后，就会把这个 ATA 直接给你寄过来。基本上全程就是只要一个邮费和这个一个打印的一个费用，没有其他费用。这就是我申请 ATA 的一个过程。大家想了解或者说不嫌麻烦的话，就去他这个官网，然后去看一下他是怎么样一个申请流程。我也是全程都根据他们的一个提醒去准备资料，去打电话去询问，然后就是很顺利的就办下来了。不知道明天我那个申根签有没有通过？如果申根签再通过，申哥，那简直就是太顺利了。我会再给大家分享申根签我是怎么提交资料的，然后怎么提前预约的，然后去录指纹怎么通过的。如果没有通过的话，那就算了，那就不分享了。就等明天的结果吧。现在我在家也会收拾一件衣服，然后也是直接准备出发自驾游了。说都想出去了，带他去跑一圈，兴奋的坐在这老实的，不准出去，走。看他开心的，回来，走吧，走，走，这边，再去跑一跑，想上车。我也在家里待的是真的不想再多待了，只想尽快出去自驾游。这边睡袋，然后上面的东西，还有前面塞的一些东西，箱子里。包括行李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装车了，来，就是一打招呼他就能跑过来。好，走吧，走吧。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明天再给大家分享我那个申根签办理的一个结果。